贝勒赖塔还在外面候着呢。朕不是说过了吗？让他好好办差，不用整天跑到宫里来磕头问安的。他说今儿个确实不是来问安的，有重要的事情启奏。你收他银子了吧？哎呦，皇上，奴才不敢，就那么一回嘛。皇上不能以一当百呀。况且贝勒爷赏的，皇上说奴才若是不拿，那不是不识抬举，大不敬吗？再说了，上回皇上教训奴才，奴才不是改了吗？皇上说贝勒爷要……行了，宣他进来吧。不过他要是没什么大事，你给我小心你身上那张皮。皇上，奴才就这么一张人皮，皇上要是看着不顺眼，就给扒了。奴才啊，就披上一张猪皮、马皮、牛皮，来生啊，还给皇上当牛做马。行了，去吧。这。启爵啊，皇上最近还好吧？还好。贝勒爷，里边请，皇上叫您呢。贝勒爷，为了您的事儿，奴才可又挨皇上骂了。贝勒爷要是没什么大事，奴才可就惨了，皇上要扒奴才的皮。扒了你的皮好啊，你没资格披这张人皮。你看见了吧？他卸磨就杀驴呀！你说怎么好心没有好报啊？我怎么净干这出力不讨好的事儿？活该。活该！叫贝勒爷，叫啊！你这该死的鹦鹉，你倒替皇上当家了！哼！贝勒爷，里边请。皇上，贝勒爷来了，给皇上请安。起来吧。你要是没什么大事儿，就去打猎，骑马；要是再没什么事儿呢，就去玩蛐蛐。不该插手的就别插手，别老是陷朕于两难，管你不是，不管你也不是。皇上，奴才长记性了。奴才这些日子留心一些好字画、好碑帖，受皇上的熏陶，奴才对这些玩意儿也感兴趣了。别又是上了当，买了一堆的赝品吧？哎呦，吃一堑长一智嘛。我买那些字画碑帖，都是找大家国手来鉴定，他们不点头，我不出银子。那你这回又是得了什么宝了？这是？兰亭集序。兰亭集序？啊，皇上，您不是一直在找他吗？天随人愿，这宝物到我手里了。给朕打开看看。皇上，打开呀！啊，好。皇上，李福全，奴才在。把李光地给朕叫来。这，哎，皇上，这可是真的，我已经找人鉴定过了。朕只信李光地一人。赖大人，臣恭请圣安。好，光帝免礼，快，帮朕鉴定一下，这到底是真迹还是假的？回皇上，
怎么可能有真迹呢？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，不是和唐太宗一起埋进地下陵寝去了吗？哎，这个朕岂会不知？若是褚遂良的临摹真品，也算是极品呐。是啊，褚遂良的真迹也只有一幅。褚遂良和欧阳询都是唐太宗时期的书法圣手，他们临摹了真本之后，唐太宗又命临摹高手冯承素双钩复制了很多，作为赏赐有功大臣之用。现存于世的多是冯承素的双钩复制品。那依你之见，这一幅是褚遂良的临摹真品，还是冯承素的双钩复制品？从纸的质地和陈旧感，以及用印的颜色和习惯来判断，当是褚遂良的临本真迹。哎，我说这是真的吗？要不怎么能值上万两银子呢1万两银子买幅字来孝敬朕，是不是有些贵啊？哎，皇上，国家都是您的，这贵什么贵呀？不会又像上次李太白的上阳台那样，是从别人手里骗来的吧？皇上，您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啊！上次为了那事儿，皇上差点开了奴才的圈儿，奴才还能不长记性吗？好，今天朕得此宝，也是一件快事啊。吴启觉，臣在。皇上是要在瀛台设御宴款待贝勒爷，对吧？聪明人，都快钻到朕的肚子里去了。好，既然你说在瀛台，那朕就在瀛台设宴，快去准备吧。这。不过，朕可不只宴请贝勒赖塔一人。李光地啊，你也要作陪啊！谢皇上。哎，尝尝热乎的，尝尝热乎的。好，你拿好啊。你找谁呀？我找施大人。这位先生怎么称呼啊？瞧你这风尘仆仆的样子，好像是远道而来的吧？你好眼力，我是打福建来的，是施大人的同乡。有什么事吗？我是受你们家公子之命来送平安家书的。哎呦喂，我家老爷正愁得不到大公子的消息呢，都2个月音讯不通了，一家人都惦念着他，快进去进去。洪旭，正是。想当初我在大人手下冲锋陷阵好几年了，现在大人发达了，官运亨通了，你看看，连我都给忘了呀。你是投诚过来了，还是仍在海贼手下干？不瞒施大人，我现在还在延平王旗下，既然发誓要抗清，就不能半道变节呀，是不是？请坐。大人请。人各有志，你不要用这些小话来敲打我。我知道什么是人格，什么是气节。你今天到我府上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有什么话请直讲。大人是怕受牵连吧？这也是，这通匪逆之罪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不过，大人说的对，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，正是为令郎的事而来的。他怎么了？他也好，不过也不好。此话怎么讲？
他已经陷入台湾为人质，这对朝廷重臣的施大人来说可不是件好事啊。不过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他现在不但安然无恙，何家72口人也都安然无恙，这也值得施大人庆贺一番吧？啊，你们会这么仁慈？施大人，我洪旭可是个从来都不说假话的人，我还替令郎捎来了一封信，我拿给你看看。你告诉我，你们把我的家眷怎么了？嗨，以礼相待，奉为上宾呐。我说的可都是真的。施大人，延平王觉得冤仇易解不易结，一点都没有难为贵府的公子，这也是延平王的一点心意呀！啊。这封信是伪造的，我的儿子岂会劝我背叛朝廷？施大人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嘛！你再仔细看看，是不是令郎的笔记呀？就算是他亲笔所写，也一定是你们给逼的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呢？信上不是说他和延平王现在已经一笑泯恩仇了，如今呐，正舒舒服服的当着忠义侯，这不也想请您老爷子过去同享荣华富贵呀？我的儿子我最了解，他干不出这种事。你们事先拘捕了我的家人70多口，在使诱降之际，有这样一笑泯恩仇的吗？大人说的对，大人说的实在有道理。延平王思贤若渴，为了得到施世宗，确实动了一番脑筋呐，不得不把施家家眷作为质押，然后再迫使施世宗就范。你们这一招太阴损，太没人性。可这心是好的，这不，终于感召了你的儿子，给归顺了吗？啊？你们想让我做什么？嗨，施大人，瞧您这话说的，哪是我想让你干什么呀？那是你的儿子想让你归顺延平王，共图大业呀。我若是不这么做呢？那怎么可能呢？施大人怎么突然连账都不会算了呢？你总不能不管你儿子和施家70多口人的死活吧？狐狸尾巴还是露出来了吧？你们还是把我的家眷作为了人质。我是极而言之，极而言之啊！延平王广施仁德，他不会那么做的，不会那么做的。不过，施大人就没想想自己的处境吗？哼，我施琅为人堂堂正正，没什么可担忧的。一旦你的皇上知道你儿子投靠了延平王，他还会信任你吗？到时候你恐怕是百口莫辩呐，施大人，我这可都是为你着想啊！你这个卑鄙的小人，滚！给我滚出去！你可不要后悔，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石祥，在，老爷。送客。你就咎由自取吧你。走吧。回去，回去！先生慢走啊！走吧！老爷，应该马上禀报朝廷，把洪旭给抓起来。洪旭是想用这封信来敲诈我，他是想破坏我和朝廷的关系。不好了，老爷，洪旭这个人有来头啊，有人保护，一出咱们家大门口就有顶大轿候着。一上轿，一群兵就护拥着跑了。来者不善呐！反正一切我都豁出去了，破釜沉舟。老爷，你想救那2个人洗刷自己，这都是应该的。可是这很难呐，千万别把自己也给搭进去。你想好了没有啊？我岂不知道这其中的凶险？
以攻为守比以守为攻要有利得多。放那儿吧。慢点，慢点，下台阶了，慢点。哎，抬到这边，慢点。哎，放这儿，放这儿。来，抬起来，抬起来，抬起来。对，皇上，有一件事非同小可呀。什么事大惊小怪的？听说施琅又上了奏书，让朝廷对海贼改府为剿。确有此事。不过施琅的调陈倒也不无道理。以前忙着平三藩之乱，如今也该腾出手来转向海上了。施琅的话绝对不能听啊，请皇上明察。又怎么了？当年你跟朕说，施琅3次攻打澎湖都是遇台风无功而返，实际上是与海贼藕断丝连。朕听信了你们的话，把水师解散了，改剿为府，把施琅也调入了京城。这一转眼10几年过去了，可施琅也并未有异样的举动啊。你又听到什么了？比那个更可怕呀！听说施琅的儿子投降了海贼，封了忠义侯，并且还下了战书啊！这施琅还可信赖吗？从哪儿听来的？一个以前的熟人告诉我的。他是海贼的大将，专门进京城为施世宗送信。给谁送信？当然是给施琅了。儿子居然劝父亲一起降海贼，还说要共图大业呢。此事不可信，你不要听信谣言。奴才亲眼看见那封信了，这还有假呀？即使给施琅的家书，又是如此机密之事，怎么会那么轻易让你知道呢？送信人有心投诚，是专门找到我的。信上已然明说，施琅的儿子确实投靠台湾了。确实明说了，奴才看完信，让书办重新用火漆封了口，给施琅送去了。皇上想要看，招施琅进宫就行了，叫他拿出来不就完了吗？这件事情，你先不要声张。这样，先行文下去，让人去查一查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看看施琅的儿子现在在何处，是否真的已经投靠了台湾，并且受封伪职了。奴才亲自去办。不，还是交给福建总督姚启圣吧。他多次向朕推荐让施琅平台，让他去查一查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这。快走，快去看看呐！是怎么回事啊？快点让开！哎呀，这是什么事儿啊？这是怎么回事？长官，跟上，跟上！父亲，你怎么了？这信是哪儿来的？是方才那个人送来的吗？这字有点像我哥哥的。我哥会不会降了海贼，再反过来约你同反？为父也是半信半疑啊。你连自己的儿子都信不过吗？我哥哥绝不是那种贪生怕死的小人。也许施宗使的是苦肉计，可在海贼面前，我绝不动摇。我把他赶走了。这不是好事。他到京城，一定是有备而来，招降不成，还不落井下石。我只是担心此事要是让皇上知道了，皇上会犯意，那我上奏的条陈就会被束之高阁。啊！我哥哥真的降敌了吗？不会的，世宗绝不会屈服。我是了解你哥哥的。知子莫如父，也许只有一种可能。什么可能？世宗为了保住全家人的性命，只能暂且如此。那也是失节呀！但愿这风别吹到皇上耳朵里去。也许
皇上已经先于我们知道了此事。啊！哎呀，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，一个事儿接着一个事儿。阿曼的事儿还叫人忧心呢。父亲，你有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吗？此案交给赖塔先审，然后交给刑部、督察院再审此案。这个案是个铁案，翻不了。不把朱琳和阿曼处死，赖塔主张台湾自立乾坤的事就会露馅儿，赖塔就会有灭顶之灾啊！父亲，他们只能上法场啊！棺材准备的怎么样？抬回来了，在院子里。父亲，儿子始终不明白，父亲要棺材做什么？世伦啊，父亲决心已下，只有一条路：闯刑场。闯刑场？对，闯刑场。哎，父亲，以一位内大臣的身份闯刑场，毕竟震动京都礼数；以一位与奸细结交故旧的身份闯刑场，必将震动朝廷群臣。这种震动京都、震动朝野，必定震动皇上，定会震出一个是非功名取之清楚的结局呀！父亲，此举不妥呀！闯刑场之事，实不可为。私闯刑场，乃是违纲犯戒之举，轻则削职流放，重则监禁为奴。若朝中一些小人借机落井下石，造谣诬陷，罗织罪名，会落个罪及九族的悲惨下场。别说救不了朱琳和阿曼的性命，还会使自己陷入奸细案的泥潭之中。若赖塔得知这封书信握在父亲手里，他会千方百计、不择手段，借机置于你死地呀！所以，父亲才让你准备好了这口棺材。父亲万万不可冒险。那么依你，就这么束手无策，眼看着阿曼他们去做刀下鬼吗？总而言之，这太冒险了。皇上把您从水师提督任上调进京，你自己不也说是明升暗降，闲置起来了吗？若是再闹出闯法场的事情来，皇上一定会龙颜大怒的。你说这些，我岂不知啊？可如今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被了赖塔的诬陷，无中生有。阿曼他们不明不白的来访，督察院有些言官更会捕风捉影。如果不加以申辩，这不是一种难堪吗？如果装聋作哑，皇上就更会猜疑。左也难堪，右也难堪。你是知道父亲是不愿意受制于人的，要么出头海上，要么断头刑场。断头刑场也算是一种难堪，可这是轰轰烈烈、光明磊落的难堪，是洗刷耻辱的难堪。孩子就是有灭九族的危险，父亲也要喝着血把它吞咽下去。现在能翻此案的只有皇上。要想让皇上知道内情，只有让皇上震动；要想让皇上震动，只能大闹法场。大闹法场，他只能有一个人，就是你的父亲。看来父亲是执意去做，不会回头了。孩子，你应该了解父亲的脾气。
好狠心呐！原来你的主意是去闯法场，你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外人去做这种冒死的事情，万一为此获了大罪，我和孩子该怎么办？爹，爹，爹，爹！我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只能这样。一是救自己，二是救别人。不撞他个鱼死网破，我会永远背着黑锅。况且这关系到朝廷的统一大业。我知道我劝不了你，我也知道你没有错，可是……娘，没事的，兴许这么一闯出了头，皇上会有个英明的决断，咱们全家还会团聚的。老爷，别难过，我去刑场救人，又不是去送死。好了。今天我多精神，从来没有这么精神过。来，有些事我要跟你交代一下。我平生所学都在这里了，万一就把这些传给世论，将来朝廷会用得着。这是第一桩。第二桩，你要带着小四、小五回福建老家，那里有几百亩薄田，足够养活他们了。第三桩。失踪，要是万一救不出来，也逃不走，要想尽一切办法，把这封信交到他手中。我都写好了。老爷，
好了，你跟了我这么多年，我只是做最坏的打算。也许只有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我们才能有最好的结果。啊！好了，给我把冠帽戴上。八旗将领德高望重的老将军啊，经历非凡，战功卓著。14岁就是太宗文皇帝的侍卫，他18岁啊，就是太宗文皇帝的侍卫头领，20岁就入边打仗。听说贝勒赖塔是太祖皇帝努尔哈赤和硕俄夫康古里的第4个儿子，论亲情辈分，贝勒赖塔还是当今皇上的姑表叔呢。赖塔大人，哦，魏大人来了，本臣来迟，失敬失敬。贝勒大人，请。请。啊，贝勒大人，啊，本官对这个奸细案极为关心，为了能够准确地答对皇上提出的询问，今日冒昧地前来讨嫌，贝勒大人请谅解。时辰已到，该走了。起。老爷，爹，老爷，能不能不去，想想别的办法？爹，别走！走！老爷，别走！爹，老爷，爹，你别走！爹，老爷，老爷，别走！带奸细朱林出来！冤枉啊！乡亲们，我冤枉，冤枉啊！跪下！奸细朱林潜入福建及京城，窃取军情，结交故旧，图谋不轨，赖圣上洪福，事情败露，被九门提督衙门捕获。该犯狡猾奸诈，拒不从诏，犯有不赦之死罪。乡亲们，骨肉兄弟们，我朱林虽说是台湾参将，可是我没有做窃取军情的事情。
他们说我结交故旧，那是赖塔在诬陷呐！我没有图谋不轨，我图谋的是江山一统，骨肉亲人，永不分离啊！不让说了，那就是啊。奸细竹林，你要老实回答。7月2日，你是否去过一位大臣家里求见呢？这老儿，这不是把祸水往老爷身上引吗？去过。抬起头来，看着我的眼睛说话。既然不是为了窃取军情，也不是为了联络反叛，那为什么去找顾交？这顾交又是什么人？为了请见施琅、施大人。你与施大人是亲朋故友？不是。那你为何要见施大人？听说施大人是一位有胆有识的水师提督，致力于招抚议和，主张江山一统，故想结识求教。结识求教？求教什么？求教骨肉团聚之途，求教民情民心之愿。可惜施大人拒而不见。这么说，你没见到施大人？可贝勒大人却要逼我承认与施大人合谋反叛朝廷。奸细竹林，你再狡猾奸诈、伶牙俐齿，也蒙蔽不了贝勒我的眼睛。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啊？这是一幅绣像，是你带来的？正是。这绣像上的女人是谁？赖塔大人，你在福建生活了这么多年，就没有见过金门、厦门、晋江、泉州海边的天妃庙吗？哼，我何止见过金门、厦门、泉州、晋江海边的天妃庙，我还烧毁过那儿的天妃庙。老实点，老实点，说，这个女人是谁？她就是春夏秋冬，月月年年保护东南沿海百姓，备受百姓香火祭祀的天妃神。胡说八道！她不是什么天妃神，她是与你一起同来的女奸细阿曼。看来你是真铁了心了，啊！来人，在，带奸细阿曼，带奸细阿曼。下来，走。竹林叔叔，阿曼来伴你同行。阿曼，是我连累你了。不，这是赖塔大人赐给我们的荣幸。海峡将永远隔绝，骨肉团聚将渺无近期。与其在这离别苦、死亲苦的无尽折磨中投生，倒不如死在赖塔大人的刀下痛快。这女孩哪像奸细呀？跪下！跪下！贝勒赖塔大人，民女等待着你的审讯。
等待着你的判决。民女究竟犯了大清律的哪条哪款？你当着父老乡亲的面给我说个明白。这绣像上的少女是不是你？是我。怎么说？你就是和竹林一起潜入京城的奸细。你到京城干什么？我到京城来，是为了寻找施琅大人。寻找施琅大人？我在梦中见到你，听你诉说对我的思念，醒来却不见你的剪影，只见海天相连，相连，相连。我托海鸥捎个信，问候你是否平安。海鸥带回美好的音讯，你给我同意的祝愿，祝愿，祝愿。等到那一天走出梦境，阳光迎接我们的笑脸，哦，一起扑进母亲的怀抱，愿大海的清波润泽血脉相连的土地，直到永远。愿大海的清波润泽血脉相连的土地，直到永远，永远，你是投诚过来了，还是仍在海贼手下干？我现在还在延平王旗下，我还替令郎捎来了一封信，这封信是伪造的，想让你归顺延平王，共图大业。你这个卑鄙的小人，滚！你这咎由自取吧你！以前忙着平三藩之乱，如今也该腾出手来转向海上了。我哥会不会想海贼，再反过来约你同反？不会的，世宗绝不会屈服。